本节目由5G 视频手机双方抖更清晰 OPPO Reno 3 Pro 冠名。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本节目由5G 视频手机 OPPO Reno 3 Pro 独家冠名播出。抖音越玩越嗨，办案脑洞大开。本节目由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 APP 赞助播出。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神探奥利奥真有一套。本节目由好吃好玩在一起的奥利奥赞助播出。关注芒果好物或明真专属产品。我的好宝贝，这次探案要加油哦！来，慢点跑，慢点跑！哎，啊，这么陡！超级防抖模式，这你都懂？好清晰啊！哇，这么清晰！找到了，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拍摄靠 OPPO Reno 3 Pro。走，带你去参加12级防抖全运会。有它，我们赢定了。本节目一共6位明星玩家，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分别有侦探、嫌疑人、真凶3种身份。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只有真凶可以说谎，只有找到真凶，玩家才获胜。游戏设置侦探酬金，每期抽取角色卡时，每位玩家将获得1根金条。如果真凶逃脱，则真凶获胜，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如果抓住真凶，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侦探若2次都投对，则可额外获得1根金条，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在全世界最顶尖的杂志社 MGQ 的楼梯间发生了一起命案。你们就是这么给我过生日的吗？死者申主编，他也是这个杂志社的元老。这有红肿，是被丝巾勒死的。我们主编的所有日常细节最清楚的人是魏。3点帮我去家里接。我们给他的便签也会用魏。不要让我再提到那个魏字。魏的房间里有血渍。你就是下一个我。你不好奇是谁给你发的吗？我不知道，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这个人就是郝秘书，但郝秘书已经死了呀。侯助理在关注郝秘书的报道。郝秘书不是过劳死，他是被荣美庄推了一下，直接倒在地上。真主编和荣美庄把郝秘书拖出去了，贾美庄看到了这一切。你以为他出卖了你？对，萨时装其实是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一家人。他最需要这个工作。萨时装的荣美庄下个月马上从 MGQ 离职，主编已经打算把主编的位置让给他了。今天要离职的人有好多，包括主编本人。哎，这个衣服有2件。凶手穿成真主编的样子，再一次走进那个门，换回自己的衣服，9点40跟大家一起进来。侯呢，我觉得很有可能和郝秘书的事情有关系。贾是一个需要真主编活着把位置传给他的人，我现在没找到他的动机。我们排除法吧。好，我不觉得是侯，因为现在太明显像。如果按我们说的那个穿衣服走进去的人是假的死者，那么他一定不会把那个衣服放在自己的空间。对，所以这件事情直接排除到侯和萨。所以在贾和魏荣3个人当中，我觉得每个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必杀真的理由。我觉得贾目前是最不像的，但问题是有一件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是的，但是有可能贾知道。无论如何，我不能够解释他把那封举荐信扔掉的这个，因为对他来说那是最重要的。我们开始第2轮搜证。耶！谢谢各位光临。
好，凶手已经被关了。抓起来！本店已经打烊。好，来吧，我先这样好不好？社长，我先酌情搜个身吧，好不好？我的朋友哦，你还拿个笔。钥匙。哇！我先把他的钥匙打开，待会儿再看你的。你直接搜出来了？对呀，在身上。而且他有一个电脑，我没有打开。侯助理为我要喝侯喝奶茶配原味奥利奥，且每次都要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找到了。找到了。哦。哦，跳出来了一个病历。魏秘书的病历。患病了吧？魏秘书。他是在今年12月23号就诊的，他确诊的日期是25号。经检查，患者由于长期过度劳累导致心脏冠状动脉堵塞，导致发生心肌特殊性病变，引起心肌90%坏死。这真的是过劳的问题。提示：这一天世界崩塌。就是他确诊的日子啊，2019-1225，1225。哇，你们都先去死吧！来搜索记录。如果心肌90%坏死会怎么样？这是不重要的，医生说的。这种罕见心脏病，如果心肌坏死只有10%，极易治疗，吃药就能恢复；如果心肌坏死高达90%，他的心功能已经处于严重的衰竭状态，无法改善，且随时会引发心律失常休克，极易猝死。建议联系家属，享受余下时光。这等于他已经没有救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对不起，他网购了坨手工地毯，但是这个地毯极易燃烧，遇火星1秒则燃。他也买了蜡烛，这个蜡烛是生日哇，生日创造蜡烛。他想我们一起被烧死，是让我们给你陪葬是吧？我想把你们团灭。你的名字是叫灭霸吗？要打电，好厉害！所以你的计划是要烧死大家，对吗？所以是这样，当我拿到我的诊断书的那天，我觉得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一天。我依稀的记得，当年我来到 MGQ 的时候。记得那年的阳光是无比的明媚。我走进这个公司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未来无限可能。但是，一天一天的过去，我感觉身后有一个重锤，一锤的锤在我的背上。锤子。那你可能得的病是锤子病，是个锤子病。把我的身体。把我的梦想锤得体无完肤，我觉得累垮我的不是这些工作，而是你们的态度。这个工作简直太无情了。如果可以再重来一次的话，我觉得我要告诉那些就是不懂得自己什么时候该拒绝的人，我觉得要学会了解自己的底线。所以我觉得，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以。团灭！你其实都买了，为什么你没有实施呢？这不还没来得及吗？你还没点那个蜡烛吗？哦。对，10点10分的时候，甄主编给我设计的良辰吉日，因为他说这个是十全十美的日子，他想要定那个闹钟，就是提醒我要
点蜡烛，然后许愿。你看你们一点蜡烛，我肯定就说，哎，给你们拍一张合影吧。我也没有什么。哇，真的没有什么，是有还是没有？你猜吗？看这。哎，朋友们，这个游戏好也是可爱。过分了，你这个样子。好，来，朋友们，这里是一个文件夹，这里有那个 Tommy 甲推荐的口红色号，全都是不正常的颜色。哇，看这个粉好他的骚。审美。哦，你们的密码没打开啊？汤米甲的最爱。汤米甲的最爱。哦，我想起来了啊，他当时手机分享了一个抖音视频，给大家3款我最爱的。看一个粉的、红的、紫的。紫的是05，02、07、05。哇，哎，插播一句，抖音越玩越嗨，然后办案脑洞大开，大家记得一定要下载抖音 APP。刚好我也插播一句，哇，如果没有抖音这个线索，我们就找不到，我们打不开这个电脑哎。但是如果没有 Reno 3，它抖音它也拍不稳呐。所以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拍摄还要靠 Reno。这是一个不重要的时尚圈的朋友告诉 Tommy 的一个信息，说 Dear Tommy， 昨天跟投资圈的朋友吃饭，听说了一个超劲爆的内幕，你们 MGQ 的真主编要跳槽去时尚9杀来做电子刊了，而且他不止一个人走，他要带走你们社所有的核心编辑，好像甚至连 MGQ 的品牌合作都已谈好带走了呢。听说他会在月底何社长的生日会上会跟他谈团队集体辞职的事情，你看着办吧。甲方是时尚9杀集团，乙方是真主编，甲乙双方对创造时尚9杀时尚电子刊达成了以下的决议。太热了！甲方向乙方投资1亿元整，用于时尚9杀的电子刊所需。乙方同意携带其最优秀的核心团队集体跳槽到时尚9杀。核心成员介绍，请注意：荣美妆、飒时装到，侯助理到，魏秘书。每个人都有一句话：荣美妆努力上进、乐观积极的工作达人，职场需要他这样的鸡血员工，像极了年轻时的我。同是 M 村的人，我知道你和我有一样的追求。飒时装经验丰富，虽上有老下有小，但工作生活两不误，职场需要他这样的万金油。他为什么要开除你啊？没有理由，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我来杂志社工作20年。侯助理天赋异禀，有才华，不高调，职场需要他这样的年轻人。他SaaS调里有很多文章，其实都是侯助理写的，读者喜欢。魏秘书虽是职场小透明，但他做的每一件小事都被看见，直接转正成正式编辑，职场需要他这样的潜力。1年升编辑。哇哦！来这个公司当然是为了一步一步更上一层楼嘛，做更好的自己。将来一定会做一个世界顶级的时尚主编。哇哦！把我当成了什么？请各位注意，乙方确保时尚9杀电子刊团队于2020年2月1日成立，乙方确保其本人与核心团队至少2人会在2020年1月1日前从 MGQ 杂志正式离职，确保能有效推进时尚9杀的筹备工作。最后带着我们一起对，跳槽。他一开始就要想带着你们所有人一起跳槽。第一，给他留个烂摊子；第二，就是他对你们都很好。然后在今年的12月26日的8点40分 ，Tommy 回了这封邮件，可恶，竟然骗我，想要留给我一个 MGQ 的空壳。上次那件事我并没有抓到什么实际的证据，只能要挟他一时。现在看来必须让他永远消失，我才能真正拥有完整的 MGQ。
这是他的杀机吗？对。哇，你想让怎么消失呢？对。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动机，但是这也是我最不能杀人的动机，因为我是在昨天晚上的8点40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如果是一个这么完整的一个用灯操控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杀人的话，那我一定没有这么多时间来策划这么多东西。那你的计划呢？我的计划就是想要趁他今天挑一个时间把他给杀了。你的故事还没出来，你身上真的没东西吗？我真的没有。那我们再去找找吧。我们找一下。在找的时候。打开过。哦，在这儿。哦，这么大个钥匙。等一下，这上面挂的什么呢？太子上面是书没有？这照片里面他系了那条围巾。啊，就是这个电子刊的投资工作合资协议，就是被拍到的。在2020年2月1日，时尚9杀电子刊集团正式成立前，乙方本人需严格保密，不得向任何人及第三方泄露电子刊创办计划。乙方若提前透露本次投资合作，需向甲方支付5000万元整的违约金。萨荣，对不起，我实在不能透露辞退你们的原因。哦。哎呀。他其实对你们是疼爱有加，动手还是动早了？谁动手动早了？我说我们啊，某人是吗？而且刚刚打开了带有博士 logo 的线索箱，探案如有神助。对，猴在这儿呢。猴在哪儿？猴在哪儿？我在这儿，我就这么一片。他手机有个密码，但我一直没破。哦，这个密码没找到吗？对，一直都没找到。找到钥匙了，可以，好棒！哇哦，来，哇，发现了什么？3样东西。第一个，首先是奥利奥，是好秘书和侯助理的合影。第二个是制造那些恐怖所用到的血的针管，拿来写字的。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录音笔，来了。我死得好惨。啊。就是下一个好秘书。就是我们听到的那些吓人的声音，我死得好惨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其实这件事情呢，需要从这个照片开始，从这个好秘书开始讲起。其实呢，他是我的亲哥。但他为什么姓郝呢？因为我随我爸姓，他随我妈姓。然后说到这里呢，不得不说一段我跟我哥一段美好回忆，就是我俩都互相拿着这个奥利奥。我俩小时候都很喜欢吃这个，当然了。然后呢，每次吃之前都有一个仪式感，就是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 ，OK， 然后再把它吃掉。太棒了！所以看到这个很怀念我的哥哥。突然有一天呢，我父母就接到一个电话，说我哥哥过劳死了，过劳死亡。然后第二天我就来办公室里收拾跟我哥哥相关的遗物。但是令我非常震惊的就是每个人看我的眼神啊，都非常冷漠。当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发生过，所以当时我觉得非常的诧异。难道这个杂志社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吗？所以我就觉得我哥的这个过劳死或许没那么简单。我想看看我哥哥到底在这个杂志社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导致他过劳死亡的。所以我就并没有以我哥哥弟的身份，就以我一个学生的身份进入到了这个公司里面。结果来到这里呢，发现的确
职场暴力的行为非常的严重，而且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大家所有人针对于魏秘书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些职场暴力的行为，我想要惩罚大家，但是这个时候绝对没有说想要杀大家或者想要报复大家，只是说我想惩罚大家，就搞得大家心神不宁。对，吓一下。那你就不怕我们抬头向上看吗？因为你们不敢啊。你知道我有多想见到你吗？我还不敢。那我想问一下，你那个灯是怎么控制的？那个灯的确是我发现的一个远程控制的这样一个机关，我的确用了它去吓唬魏秘书了。我跟我哥一顿美好回，就是我俩都互相拿着这个奥利奥，我俩小时候都很喜欢吃这个。打开了。我用奥利奥打开了他的手机，因为他最爱的，他跟他哥哥最美好的记忆就是奥利奥。佩服。那为什么不是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请问为什么你有一张拍的魏秘书的病历？是有一天，我点了外卖，然后外卖小哥送到的时候，刚好他问了我一句，说你有没有人认识这个魏秘书？然后他的这个病历能不能托我给他？我说好，然后我就替他签收了。外卖小哥送你的病历是外卖小哥送过来的？应该是快递吧？因为他应该是跑腿儿，统一叫跑腿儿。你知道他病了？其实这个病历有一个信息量，大家要确认一下。就是在这上面拍的照片是10%引起心肌10%，而不是90%。你改了，你改了，是我改的。祝贺你又活过来了！是啊，女孩好。突然感觉好像没有那么难受了，突然好了。你要借他的手来报仇，对不对？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想杀大家，我只是想用我这种恐吓的方式来能够小小的惩罚一下大家。但是我发现这个惩罚方式对魏秘书没有起到效果，所以一开始我非常怜悯他，我觉得好像看到他就好像看到我的哥哥一样。但后来我突然内心有了一个邪恶的想法，就是或许我可以利用魏秘书。你过来，你来地毯这儿来，来，你来，你来。那一刻我确实想利用你，因为我觉得我哥哥的死跟你们每一个人都脱不了关系。现在看起来，侯的计划是借刀杀人。我只想说，大家别忘了动机的紧迫性，谁是今天必须要让他死？我荣，还有，对，他唯一的一点就是他45分钟的时候他没有在那儿。那10分钟是你干嘛？你去哪儿了？我是40的时候回到公司的，然后回到公司以后，我在茶室看到你们了，然后我没有去，所以我直接就回到我的办公桌上了。对。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视频。好，你们看，他是自己开的门，看到没有？我再来放啊，看门自己开了。看得到脸吗？主要要看。哎呦，看不到脸，看不到脸，完全看不到。好，现在没有电，然后这个过程它可以出来。这时候门已经是很正常的关闭的状态。您有新邮件了，请注意查收。好，新邮件。您预约的2019年12月27日9点20分到9点25分，楼梯间地板油漆粉刷服务已完成。本次使用的是灰色的10分钟速干油漆。9点35油漆已完全干透。9点35油漆已完全干透。
9点20到9点25分，这个过程当中，油漆工在这粉刷，说明这个时间20到25分的时候还没有死。对。骚骚，哎，他其实是说25分之后才动的手。就是要等这个油漆干了以后。不是20到25分，有人在这刷油漆。但是你得等油漆干了以后，否则会有脚印啊。不，它还有一点可能性，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人在干了之后进来的，然后在那个时间之前的时候，尸体已经在这里了。对。意思是20到25分的时候，这个油漆工在这刷的时候，这里是一直躺着一个尸体的，只是油漆工不知道，所以他的死亡时间其实已经是9点20以前了。前面8点到9点那个门监控门是关着的，我们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但是9点20到9点25分一定不是作案的时间，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油漆工在这粉刷。作案时间现在能确定了吗？9点20以前，9点20以前，8点05分以后。那等一下，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是他的秘书，他几点的飞机，他改没改签，应该是由你来，包括他什么时候叫车，对，你知道吗？但是监控是怎么回事呢？就如果他是真的35才干的话，那30出来的这个人到底是？9点30进去的一定是作案的凶手，主编早就死在那里面。关键凶手一定会踩到油漆。我觉得要检查鞋子。对，要查鞋子的印子。这双啊，就是这双啊，长得一模一样啊。有吗？有印记吗？没有印记啊。我看一下你们的档案里面有没有鞋的码数。如果是要穿和他同样码数的话，那只能是女生。对，只能是女生。没有鞋码。是的，只有身高。178，请注意，所有人都是178。不，这里175还有一个，他2个175，他178，这个指向的是。这件衣服就是他那件啊，对吧？里面那件。对。你看这个帽子也是一样，跟他的一模一样。这件衣服就是他那件啊，你看这个帽子跟他的一模一样。我个人认为，应该有一套衣服是凶手从死者身上换下来的，因为他想按照死者那天穿的衣服去备一套一模一样的，这个太难了。因为这是完全随机的。死者如果是穿的一套私服，你公司里面想找一套跟他一样的换上很难，所以他一定是把死者本来穿的衣服扒下来，然后把公司里有2套的衣服，一套穿到死者身上，一套穿到自己身上。监控视频如果没错的话，他应该在9点30分进去的话，他一定会踩到油漆。但是我觉得他如果踩到油漆的话，要么就是他脚上会有印子，还有那个油漆也会有印子呀。哦，对，这是个新邮件，也就是我们刚刚2搜的时候，此刻刚发过来的。是的。所以也就是说，凶手当时是并不知道里面刷过油漆。对。那个邮件写的是25的时候结束，然后10分钟速干。对。所以到35干。他如果这会儿进去，一定会踩到油漆。是的。这个人的鞋底一定会沾有油漆，而且是他不知道的。对，问题是地上也没有任何的。他出来之后，他一定要把这个靴子放回到这个屋，所以现在这个屋里的靴子底下，为什么没有油漆呢？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那只有一种可能，他没进去，没有别的解释了。1对1吧，我先跟荣吧，好不好？1对1审问，侦探拥有单独提审嫌疑人的权利。OPPO Reno 3 Pro 5G 视频手机，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你原本的计划是什么？就是见机行事。因为我一开始是不想让他去接触你，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想等在茶水间那边，因为它是他的必经之路，我想对他下手。但是后来我发现所有人都在那儿，我完全没有机会下手。所以今天我其实是只要不要让他跟你单独去聊就 OK 先。你觉得谁比较有可能？从直觉上来讲，我会觉得魏有一点奇怪。好，你帮我找一下魏吧。好，好吧。你的计划是用地毯，这个计划里面有任何的纰漏吗？就是现在就是唯一一个就是他让我换地毯，只要不换地毯就没事儿。但是你没换。我就怕他回来，所以我在茶水间等他。如果他回来的话，我就跟他纠缠10分钟，等到你一来，大家就要进入流程了。对。所以你很确定他是9点50会回来？我不确定。他跟大爷说的是9点50。他说他有可能9点50会回来，如果不回来的话，就招待好你们。现在关键是就是为什么要黑灯啊？这是最重要的，是吧？他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人进去了，然后门又不能从里面开，所以就一定不是在现场的人杀的，因为那个人杀了之后肯定是从停车场走了，走了之后他半个小时之内又回不来这儿，所以这些人都是干净的。他原本是想要做成这个效果嘛？你的计划里面是直接破釜沉舟的，想要用一种好像意外失火的这个假象，造成所有人。就我是要杀所有人。那你觉得谁比较有可能呢？我觉得这个身高，如果他是假扮的话，那就是锁定在我们3个人身上的。就你猴和甲。对呀。那你帮我加猴吧，好不好？行。猴。啊。猴。侦探请。哎呦，我还没找到呢，我总觉得。你有什么发现吗？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门往后退了一些？在这个监控里，这道门的位置离这儿只有这么窄，但是到了这儿有这么宽。你就是觉得挪过监控？不是挪过监控，它的门的位置换过。咱们这有镜子吗？拿个镜子过来。你是想的是什么？如果是一个镜子摆在这个角度，反射出这个门，他进这个屋，但是你会感觉他进了这个屋。来喽，有什么新的发现吗？现在发现了一个线索，我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关，但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什么？他很有可能是利用这个镜子折射的这个原理，让我们以为他进了那个房间的一个假象，其实他没有进那个房间。这是有用的，因为他一定是进去了，但是他没有进这个门。对。你今天本身的计划是什么？就是引导魏，你自己没有别的计划，没有后招是吗？我今天并没有想杀死所有人的这个计划。我无意中收到了他的这个病历嘛，让我改成了90%，就为了让他杀死所有人。但这个是在25号，然后在25号到27号这期间，我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也并没有再去指使他做任何事情。今天你没有计划，并没有计划说今天要命令他杀死所有人。你一点都不好奇到底是谁杀害了你的哥哥？职场的这个暴力导致我哥死亡的，所以我觉得害他是所有人。你知道你有一个非常不利的点，就是你的身高跟真主编是一模一样的，都是1.78米。真假的？所以说我要模仿他的话，非常容易就可以。就个子完全看不出来。
而且现场所有的鞋也好，衣服也好，都是在你跟萨的空间里面。那个空间是个公共空间，还是其实就只有你们俩？应该是我们两个工作的一个空间。咱们这有镜子吗？啊，在这儿有没有镜子？镜子 ，Come on， 你一个人弄不了吧？其实也可以了。这么大的镜子，我们可以先试一下。来，走。来，你们找一个人到那边去看着，还得走，还得走。会有那种效果吗？你现在太外面了，还得在里面一点，还得往里面走一点。有吗？再往逆时针转。逆时针。这样。逆时针。我推。你往外拉。可以吗？感觉很像，但是开的方向不一样了。啊，它其实是这样子，它是从这边开过去，开到这儿，然后它从这儿走过来，走过来，哎，那也不对了。这感觉特别像，但是开的方向不一样。No， 我觉得应该是个镜子。镜子这个想法应该是没错的。没问题啊，走到这儿，这里面也只有这2扇门。上盘好像是走到，没问题啊。感觉很像，但是开的方向不一样了。没问题啊，这里面也只有这2扇门。那有没有可能再把一面镜子搬过来呢？哇塞！再把一面镜子搬过来，搬到这个地方，多重反射。你把另外一面镜子也拿来试试。我的天，不会吧？小心，往外移。哦，你。装修来了啊！装修队来了，大家那个让一让。来，这2个包工头往这边。这样对了。还是不对，还得再。哎，对吗？哎，对吗？有点意思了。有吗？有吗？再过来一点吗？有。把镜子要拉近，我知道了。对，要把镜子拉近。然后我把这个镜子要挪一下。对。这倒有点像，我知道了，你们试一下啊！你们在里面假装试一下。风打开，从这儿过来，键关上，可以吗？可以，完全可以。我去看一下，整个再实验一次。这对，还真是对，感觉特别像。所以他用了一个镜子，弄出一个假门，所以他其实进的是真的房间，然后又让我们觉得他不可能作案。Hello， 因为他必须要让监控里面看到这个人是进去的。对。如果要真的走那个门的话，他不管底下有没有油漆，他进去把门关上，他就出不来了。现在你有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是，我们觉得凶手现在首先第一点，他是必须在今天干掉真主编的。我个人觉得侯他们都没有这个必要在今天干。
你和荣是有必要的。但是呢，赛跟荣都是1.75米，你和死者一样都是1.78米。所以在同样身高条件看起来最像的人，同时又有今天必须要杀掉他的人，就是你。但我觉得没有一个这么长的时间去构造一个这样子的杀人的，没有这个不需要太多时间呢。我觉得这个还是得需要一段经历的，因为机会只有一次。你昨天就知道了？我昨天晚上8点钟才知道。你不需要准备什么？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在没有一个实验过的情况下，就是精准的找到2面镜子的角度，然后再去找2件衣服，完全时间不够。你觉得谁有时间呢？说实话，我觉得猴子的可能性最大。抛开所有的来想的话，这肯定不是激情杀人，这也肯定是一个有计谋的杀人。荣的话要搬2面大镜子，应该也可以排除掉。我觉得只剩下了萨跟我跟猴子里面选。其实我们后面所有人聚在那个茶水厅里面，都是因为想来茶水间找机会，但没想到大家所有人都来了。但猴没来。我们再观察观察他，因为如果他真的是凶手的话，他这个时候真的不应该不在。对，他中间有10分钟的空。现在能跟那个灯扯上关系的只有猴。OK，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好嘞，帮我介绍。好。有什么新的发现吗？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镜子用了2面镜子，成功了，成功了。我想问一下，你今天为什么要叫大家都不要加班？你是要清空公司做点什么吗？我没有任何的计划。那你为什么跟大家说今天不要加班？就是因为今天晚上不是要给你做那个什么生日会？对啊。然后我们都要去准备礼物，我什么都没准备，但是我要接儿子放学。可是你自己确认好了，你为什么要大家都不要加班？我说大家都可以不加班了。我如果让大家都不加班，我不走可以，然后等大家都走，但是我走了。我走了，我就没法控制现场谁留下了或者谁走了。你觉得这是一个昨天就安排好的蓄谋杀人，还是一个激情杀人？这个绝不是激情杀人。我的想法是，他是激情杀人，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甄主编到的时间。本来甄主编是9点50才能到，对吧？甄主编是突然改变了计划，而且他只在我的朋友圈留了言。我觉得他完全知道甄主编回来，他知道他也是8点05分才知道，因为8点05分甄主编才留言我已经到了。现在我觉得我不怀疑魏了，因为魏他有自己的计划。侯呢，我又觉得他其实没有必要今天一定要动手。其实呢，荣呢，我又觉得他一个人搞不定这个镜子啊什么的，所以就是你和贾。我觉得如果你怀疑我和贾，我也觉得这是合理的。因为荣肯定不可能，然后我觉得不太会是你，因为你的资料里面你是1.75米，甄主编是1.78米，差3厘米就差这么大劲儿吗？走吧，咱们差3厘米就这么大劲儿吗？走吧，去集中讨论吧。稍微梳理一下，这位凶手他只需要虚掩着门，虚晃一枪，然后把灯一关，他就可以再把门打开走出来。但事实上呢，因为茶水间的门是他从外面这样随手拨弄开的，所以呢，他不能保证这个门的角度会是什么样子。非常有可能他把这个门打开到了一个非常敞的地步，也就是说，任何一点缝我们都能看见，所以呢，他必须保证自己是大大方方走进了这个门，关上，然后同时按了灯之后，他还能再打开门出来。谢谢大家，用镜子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现在我们要找的这个凶手呢，有这么几个必然性。首先第一点呢，他必须在今天干掉甄主编。第二点呢，他要知道这个遥控灯光的这个装置。知道在哪，而且知道能够使用它。第3点呢，就是他是知道甄主编在8点05分已经回来的人。有人知道这个灯光遥控器原来是在哪儿吗？这个我的确使用过，应该我关灯去吓唬魏，应该就是这个。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还是比如说秘书也知道？不是，我肯定不知道，不然我怎么会被吓呢？你们都没有这个讯息，有人撒谎了。在刚才
我们在甄主编的手机里面看到了这个芒果圈。也就是说，你们每个人都知道甄主编在8点05分已经回到本市，并且会来公司。这点其实是我们有人看见了，有人没看到。就像我是没有看到，像我就是没看到的，有人没看到，我也没有看到。现在所有人都说我不知道这东西，这里面有人在撒谎，对不对？肯定有人撒谎。对。好，我们先来推一下，每个人如果看到这个芒果圈，他会要做什么？也就是说，有谁是必须看到这个芒果圈就回来找他，把他堵在这儿的人？从魏来讲，他可能甚至不能提前回来。我今天的计划就是烧死他，所以我不需要回来，而且我回来很有可能碰到他之后，他说你马上给我换地毯，计划破败。所以我觉得魏应该是没回来的人，对吧？对。反正我的计划就只有2个点，一个是他回来，一个是他不回来。如果他不回来的话，那正好就是按照我计划的进行。如果他回来的话，我就纠缠他10分钟，等你来。好，我应该是没有回来的意思，因为你本来自己没有计划，你本来是想借刀杀人。对。其实我也想击溃他的心理防线，然后让他对所有人产生杀机嘛，包括你自己。对，差点把我自己给灭了。我主要觉得衣服也在他的房间，镜子也在他房间，唯一用过那个遥控器的灯光的也是他。然后呢，45分钟之后没有在监控里面出现的，让人最怀疑的又是他。兔子不吃窝边草。好，甲如果知道他回来了，我觉得有可能会回来。我是有可能会回来，因为他要回来堵他说你为什么把个空壳跟公司给我？因为我现在知道了你的秘密。没错，我也会回来。你也会回来，你回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今天我其实就是想让他在见你之前把他杀掉呀。其实我们的目的都是回来杀他。好，你看到之后，我如果看到之后，我也应该是在9点40左右，按照我的原计划。为什么呢？因为杀人对我来讲，没有我接儿子放学重要。我得先把儿子从学校接回来，然后再杀人。这2个事儿如果要排，我一定是儿子排第1，杀人排第2。儿子知道吗？他这么重要。我这份爱没跟他说过。但是这件事儿就是，如果我要干掉他，也仍然按计划是把儿子送到家，差不多9点多回到单位，在你来之前干掉他。儿子也不是8点钟才放学，兴趣班，奥数。好，行，行了，知道你们学吧，行了。我基本上是排除魏跟侯，因为你们3个本来也是当天要杀的人。知道他回来了，就是机会来了，而且因为知道大家也都不在公司，他一个人在其实是最好的机会。我们3个，就其实我比较怀疑萨一点，因为过了今天之后，荣的话他其实也是只是丢掉了自己的这份工作，但只有对于萨来说，是他家里人会1分钱都花不了，就是他整个家所有的开销就没掉了。可是你也一样啊。我不一样啊，是为了，但我还是为了登上主编，但我还是在 MGQ 是主编，整个主编，我还是一个就你一个人了，你就我一个人，我还可以招新的人，在我这你们的品味也 just so。如果有人想提前动手，那一定不仅仅是为了阻止他见到你。我们想要阻止甄主编见到你，是因为甄主编一见到你就会把我们俩开掉，是吧？但是对于甲来讲，他要阻止的是甄主编不能把这个公司跟别人谈成，不能把他这个计划实现。甄主编见到你是要跟你提他离职的事儿，但是离职之前，如果甄主编已经把整个公司的合作也好、转让也好，全都谈妥了，他就很难再阻止了。所以我觉得他是想更提前一点把甄干掉。现在具体可以分析他死亡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甄主编本来今天的行程是9点50才到，9点50是所有人都已经到了。芒果圈告诉大家，甄主编8点05分到了，
一定有人看到了，并且还来找了他。凶手9点半的时候必须已经开始把镜子，对，开始弄镜子，所以应该是9点。他用半个小时回来，走回公司嘛，就是抛尸完。8点05到9点之间，差不多对，应该是杀人的时间。今天这个计划是要求甄主编先一个人来了之后我干掉他，然后呢，我趁着大家都在的时候，有一个监控看到这个门是开着的，这个应该是他杀了人之后，他想如何掩盖自己，才生成了这个计划。因为这个安排是必须要在大家都在的情况下。还有一个信息就是关于刷地板的那个。地板只是告诉我们要想清楚他有没有进去过，因为只要他进去过，他必留下痕迹。凶手是不是有知道这个线索？他不知道，他要做的就是让大家看到他把门开进去了，然后关了。对，这个造成的逻辑就是，你看到哦，甄主编进去喽，他没有出来哦，因为只有他才能出来哦，所以没有人出来，那他就是死在里面。那么这个人就要半个小时才能回来，哎，所有人都在，所以我们没有杀人的时间，他是这么想的。稍微梳理一下，在8点05分，甄回来之后，他把他杀掉了。杀掉完了之后，他布置了这个计划之后，他给甄换上了在公司能够找到2套一样的衣服，其中的1套，然后离开了公司。9点半的时候，他做了这个局，让大家看到所谓的甄主编进去，然后关掉灯之后，在15秒内把镜子挪开，然后再在9点40之前把镜子归位，把服装都换回去，然后他若无其事的跟大家一起，好像假装回来。真没有我。如果甄主编提早回来了，强烈要求魏换掉这个地毯，他今天要所有的人去为自己即将逝去的生命殉葬的这个计划就会流产。那么他只有一个办法，在这之前干掉甄主编，然后保证不会有人影响到他的地毯和蜡烛的计划，他才能够达到一个完美复仇，是不是也有可能？完全可能。对，我觉得甄主编不，这个如果我在杀他之前，如果这个计划破了的话，那等于说我所有的计划都败了呀。但是你要想干掉我们所有人，你就得保住这块地毯。但你保住地毯唯一的办法就是干掉那个让你换地毯的人。我是8点钟之后我就去准备礼物了嘛，对吧？如果我不回来的话，他肯定就打电话跟我说你回来换地毯。那他也没有打电话给我回来说跟我换地毯。9点40回来之后，我还在那个茶水间等他。如果他回来的话，我就阻止他10分钟等你来。大家，我们来投票吧。又到这个时刻了。其实现在我只能先简单的排除侯，因为侯是要利用魏来帮忙除掉甄，所以他就不用自己动手。那就剩魏、萨、贾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所有证据里面，我觉得嫌疑最大的人。我觉得面临着流失这样一份工作，对于萨来讲，可能他所承担的压力会更大一点。他一家的经济来源就是他一个人，这份工作对他来讲是非常珍贵的，可能会对他来讲就失去了全世界的感觉了。所以他在这个时候非常的急迫的，不希望
和听到甄要辞职的，并且让萨离开的这个消息，所以我投萨。这期真的是投给谁好呢？先拿上家伙。哎呀，今天其实直到最后啊，集中讨论的时候，我还把注意力还一直放在贾美庄和这个侯助理身上，都一直没怎么考虑这个魏秘书。但后来侦探说的一番话，还真是让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一个老玩家把自己隐藏得非常深，而且几乎不参与任何争论，几乎不发言，这是确实是非常奇怪。我相信侦探的分析，跟着他走一回，看看他是不是明灯。我觉得凶手，你跑不了了。这个案子很厉害，这个案子讲了一个职场的暴力和职场的欺凌的故事。现在我们为难的是，真的没有办法去否定任何一个人，或者是排除任何一个人。唯一一个，比如说我们排除侯助理的原因，是因为所有线都指向他。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太明显了。可是明明他又是一个最没有必要今天杀人的人。对。因为他并不知道是谁对他哥哥做了什么，他只是对整个集体有一种觉得是你们欺凌了我哥哥，导致了他的死亡。他并不知道哥哥真实的死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假借了魏秘书的手。是的，他就更不可能了。那么荣美庄呢，今天不是很突出。我觉得女生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杀掉一个人，把他搬到那里面盖上，然后还弄2个镜头，相对来说有一点点为难，对他来说有一点点为难。那么剩下就这3位，魏秘书、萨时庄和贾美庄，他们其实是相提并论的。这几个都有投不下去的理由。贾美庄他说了，这些员工对我来说也是馊我再重新招也是可以的，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像萨时庄，我就觉得他知道了这个芒果圈的事情，他就赶回来提前把这个人给杀了，这个有点。其实他收到那封信其实是很早了。那魏秘书呢？我觉得投不下去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布置了一个大家同归于尽的计划，他没有必要在画蛇添足的中间跑回来一下。对，唯一有一个就是为什么，甄主编回来之后看到地毯没跟他说你要换地毯。说明有一个可能就是他已经提前在那等，于是呢，甄主编就直接跟他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甄主编回来的时候已经被贾美庄或者是萨时庄缠住了。更迫在眉睫的是萨时庄还是魏秘书？有一种祝你生日快乐。哇，今天还没有过去。不要，唱歌可以，千万别吹蜡烛。我们点蜡烛吧，来，够了。今天这一案其实最后到投下去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非常的沉重。我这个侦探也当得很不容易。这一案相当复杂和平均，最后其实真正能排除的人非常的少。那么我们来听听看这次的结果怎么样，请宣布。《明星大侦探》第5季第7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MGQ 时尚风云中，时尚风云，时尚风云，风云际会，究竟谁是杀死甄主编的凶手呢？现在公开投票结果。首先公开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我被获得0票的玩家有2位，肯定有我，他们是我跟荣应该是荣美庄，侯助理，
恭喜2位玩家，嫌疑暂时解除。在剩下的3位玩家，最有嫌疑，也就是萨时庄、贾美庄、魏秘书3人中，究竟谁的票数更多呢？首先公开侦探的第1票，侦探的第1票是贾美庄。贾美庄也只有这1票。居然是我跟你 PK， 喂，在剩下的2位玩家，也就是魏秘书和萨时庄中，有1位的票数更高。我命由我不由天。有1位玩家获得了2票，有1位玩家获得了4票。那我们有希望。获得4票的玩家就是魏秘书，获得4票。请把魏秘书关进笼子。魏秘书究竟是不是杀死真主编的真凶呢？探案神器 OPPO Reno 3 Pro， 真凶揭晓时刻。各位检举是成功。我为什么会投给魏秘书？我觉得何老师最后一番的话引导了我。有没有可能是魏呢？如果真主编提早回来了，强烈要求魏换掉这个地毯，他今天要所有的人去为自己即将逝去的生命殉葬的这个计划就会流产。那么他只有一个办法，在这之前干掉真主编。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想杀的人是真，但他是我们所有人。只有今天的这一个时间点，是我们所有人会在一起的。那错过这一个时间点，其实就很难再实行了。突然真提前回来了，那真一回来一看见那个地毯，一定就会跟他说：“哎，你为什么没有换？”就会逼着魏去换地毯。他不能换掉这个地毯，他需要的是让他原计划如期进行。对，那么在炸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不要有人提前逼我把地毯换掉。所以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只有杀掉那个阻碍他计划的人。而且魏秘书对于他的房间和他经常走的通道是最了解的。所以魏秘书也是最有可能在一瞬间能够想起用镜子这样的办法来制造假象的人。百因必有果，这期凶手就是我。成功！最后侦探救了我们。我是最后反复想，你那个推测真的是，我真的排除了他，因为我觉得他已经有一套方案了。但后来我在想，这个人为什么要做这么复杂的一个镜子的机关？如果是不在场证明的话，有很多相对来说简单的方式，他不一定要拍到这个人走出去。其实，你们有没有注意，芒果圈说的是我8点05分就回来了。如果真主编没有被监控拍到他离开这个杂志社，是不是我们应该等他一起吹蜡烛？对。而这个人如果死活不出现的话，就永远不会有人去点蜡烛，烧掉整个杂志，让大家跟他一起殉难的这个计划就没了。所以他必须要做一个计划，保证让这个保安眼睁睁看着9点半的时候，主编走了。对。我觉得晨晨今天其实玩得好，他如果不是说真的有些票投不下去的话，今天不会再想到他。我也不相信是我呀，我也不相信我可以这么残忍啊！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关键最后，当你发现你其实心脏只有10%坏死，你是被人陷害了，而且真主编还要把我带走。对啊，你现在后悔吗？
我后悔也来不及了。但其实他杀人的至少50%以上吧，是我指使的，其实是你干了坏事，其实是我间接干了坏事。你别站在我也外面说话不腰疼，你进来，陪着一起。你或者你去那地毯上，去那地毯帮我点了，点蜡烛是吧？可以待会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管他叫魏的人是不是也得进去？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对于很多人来讲，职场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除了家庭，基本上你的人生大部分时间是在职场和同事。对，确实是，对。所以都说职场如战场，但是这个战场指的是相互竞争的时候，比如说不同的公司之间、不同的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的时候，你有战场，但是你也得有战友。其实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因为自己的做法，把身边的战友都变成了敌人，那你的职场就真的变成战场，你的一生都将在战斗中残忍地度过。但我也想提一句啊，就是当你发现有职场暴力或者其他暴力行为的时候，千万不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以暴制暴。其实我俩反而是用了一个错误的方式，大声说出你的爱，大声说出你的不满。对。但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从源头上来呼吁大家，就是很多人在职场上以专业为幌子，或者是以专业为一个所谓的诉求，就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礼貌、平等和尊重，甚至再提高一点要求，关爱。很多人觉得说我要做事情成功，所以我不会拘泥那些什么情感或者是儿女情长那些小的事情，我就是要把事情做好。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披着我要成功我要专业的幌子，其实无意当中伤害了身边的同事，也造成了职场的大小的冷热的暴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可能酿下很多的恶果。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当然是要一起努力达到一个事业的成功，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还可以收获爱、收获尊重，不是更好吗？其实一个真正成功的团队一定是有爱的嘛，对不对？所以我想今天这个案件其实会让很多人，就是特别是像魏的这个经历，很多小透明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姓名的，就是甚至有的人会直接对所有的人都起一个名字 ，Andy、Tony。他不管他身边换什么人，他张口就叫，因为你知道我叫的就是你。但是其实我觉得，这种爱其实是不可或缺的。还有很多时候，就是不要总是以为我骂你是对你好，或者老是以这种心态。我觉得互相能够换位思考，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感受对方所处的状态，他心里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有时候应该勇敢地说出不。对。还有一点就是，你既然欣赏这个人，你可以告诉他，他会更优秀的。你不要永远就是批评他，显得你很专业。但事实上，明明主编对于每一个人都是爱的，多沟通和交流。温度其实是可以表达出来的。对，好，我们来送上金条。今天有4位可以拿到金条。这次车子真的暖好了，是，谢谢我的司机兼保镖，也是我的助理。车子有地毯吗？是不是能出来了？你可以出来，我可以出来。虽然你没有金条，没有金条，但我可以出来。在这里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合作伙伴，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感谢5G 视频手机 OPPO Reno 3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抖音越玩越嗨，办案脑洞大开。感谢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舔一舔，扭一扭，泡一泡，神探奥利奥真有一套。感谢好吃好玩在一起的奥利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有百事吗？有百事吗？有百事吗？感谢美食绝配、探案必备的百事可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发现真相，发现更赞的自己。感谢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博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黑吸黑，卸伪装，更进一步显真相。感谢卸妆黑科技欧莱雅黑魔水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谢谢大家，明星大侦探，大白吧，真相！祝你生日快跑！要点蜡烛了，快跑呀！生日快乐！我很想陪你待一会儿，有空来吃蛋糕啊！放我出去！我要跟你们同归于尽！
职场如战场，对于特别是刚刚大学毕业进入职场领域的人来讲，你是缺乏经验的，你是需要去摔跤的。在职场当中，我们不能因为追求专业，然后就把自己打扮成冷冰冰的机器人的样子。每个人可能都是加害者，每个人也都可能是受害者。这些职场的人和人之间的失衡的关系，大家变得习以为常，那可能是一种最危险的状态。能够消化掉一些不好的负能量，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委屈自己，不能因为别人对你的评价你就否定自己，学会去拒绝，要保留自己最后的底线。就算你的上司对你的评价不公，或者对你过分的严格，对自己有个清晰的判断，我是不是真的那么差？他对我的要求是不是合理？你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你如何去疏导自己的情绪很重要。在职场当中，更多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一个人去战斗。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要真心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就哪怕有的人也许在你的眼里看来他不够有能力，但是你没有权利去伤害他、欺负他。多换位思考吧，设身处地的为对方想一想。有的时候温暖的，甚至是和蔼的这种方式，也可以和严格要求画上等号。其实只有你对这个人好了，你对他的要求或者对他的督促才会显得更有力量。这不是靠一个人、两个人或者靠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整个大的环境和大的理念之下，一个共同去改变的事情。救救我！有人要杀我，放过我吧！我都在 X 寄宿学校出去的。有人听到了吗？刚才一声巨响。弟弟，哥 ，KO！ 我是学校最快的男人。男人要想混得好，头发必须往后倒。这是什么东西？是海军陆战队吧？这个是不是你？但不是我妈。头发。Hello， 我有病就是热爱学习病，我愿意一辈子的这个病。他眼里连妈都没有，只有学习。海浪滔滔，我不怕。你这是造了什么孽？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哎，这样开了。死者就是学校的曾老师。我真是的，正式加入继承者。继承者们，弟弟被一个神秘的男子带走了。这是一个地下组织吗？死活查不到关于这个学校的任何信息。学生一个一个的在消失，脑功能受损，预期6个月之后死亡。受刺激了。家长你认吗？因为我想让他们都乖乖的待在学校里。他动过手，这个人一定知道他的秘密。他其实来这里就是复仇的。这个学校到底是干嘛的？职场暴力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他们以重复性的方式来对一些人进行语言上的侮辱，或者是身体上的摧残，乃至说精神上的一些压迫等等。目前在职场工作的人类，大概有60%都曾经过往或者现在正经历着职场暴力。那有很多人在职场中遇到一些暴力呢，就会缄默，然后呢隐忍，最后得到的结果，有些人可能因为暴力而导致自杀、抑郁。假如在职场中你真的遭受到这种暴力的话，一不能辞职，你必须要有这份工作，因为要养家糊口。第二，客观条件不能允许你离开，你必须留在这里。那你必须要从你自己内心去做一些转换，就是把过往的经验无法让自己能够得到释怀的经验，我们重组。就好比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叫做“心随境转”还是“境随心转”。讲到这个境随心转，就是我们其实活的是内心，想想这个大千世界有很多的美好，那我觉得你可以减轻这种职场暴力的痛苦，这样子你的职场生活会越来越好。
我们在自身上找一些原因。这我觉得作为员工应该这样去考量一下。我们做老板的真的应该站在员工的角度为他考量一下。你可以跟员工坐下来聊聊，问问他，那大家推心置腹谈一谈，就让我们在职场暴力的这条路上可能就更加的远离它。我觉得在一个企业中，企业同事之间的和睦才可以让企业更加的兴旺。上微博搜索明星大侦探话题词，一起边看边聊。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号，独家深度合作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特别合作新闻客户端界面新闻、一点资讯、Zucker 封面新闻，特别合作 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轻宝宝、中华万年历、造豆果美食、闪萌。感谢网媒支持中青网、凤凰娱乐、新华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中国网、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新浪湖南、大疆网、红网、大众网。高能侦探再度集结。神秘嘉宾，敬请期待《明星大侦探》第5季，每周5中午12点，芒果 TV 全网独播。